画上句点，何不就让它悄悄入眼？看今天更光鲜，别忘了还有明天。选你将来的志愿，一步步再慢慢去实现。不管路有多远，有多险，有多倦，在这无悔无怨的内心世界，我遇见了美丽丑陋的脸，和酸甜苦辣一一尝遍，但是我情愿为感动，为明天。痛虽然有深有浅，泪擦干，那就会好一点。风虽然看不见，但自由无极限。这么吵，家宝。你还敢说？要不是你每天喝的醉醺醺，像死尸一样，我还有的找茬吗？去你的！王八蛋，你走，你滚，滚！痛不痛啊？你跟我发什么脾气？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，锁门锁门要锁门，你听不到，你耳聋了。如果真的有什么事，也是你自找的。阿远，阿远，你想干什么？啊！我要报警，我把那个王八蛋抓进监牢。好，去啊，去报警啊！就要让全世界人都知道，我有个像禽兽、像畜生的老公。你嫌我不够透明，不够丢脸是吗？家宝的病已经被人家指指点点，你是不是要我永远都抬不起头来？好，你有性格，你够绝，你把事情闹大，你妈也不想活了，你
等着替我收拾吧。你要去哪里？我不准你走。这个家，我实在待不下去。你待不下去也得待。我以前过的日子比你更苦，我都挨过来了，你有怎么资格跟我说你要走？当年要不是我硬撑下去，你早就死在路边了。你以为你现在还有机会站在这里给我发脾气吗？你跟你爸一样没有良心，他走你也走，你们不高兴就可以丢下我不管。那我呢？我当时站在高楼上，就这样想100-200两。可是我可以死，你不可以。我就是不忍心把你扔下去，才会留在这里活受罪。你妈以前不是今天这个死样子的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养我，为了你，就是为了你，我竟然有眼无珠，就嫁给那个神经病。我竟然过了10几年那种不是人过的日子。好了，你长大了，翅膀长硬了，可以飞了，要走就走。早知道你这么忘恩负义，我真的应该把你从高楼丢下去，至少我现在不会那么心痛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冷，好冷。还冷不冷啊？你如果放得下家宝，你就走吧。姐姐，姐姐，
小丑哥哥呢会变神人的魔术。微微，我们回订房喽。这里有3条长度不一样的绳子，我现在呢就会把绳子转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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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OK， 暂时拿住。1 2 3， 我就要讲 magic word，magic word 就是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我说了 magic word， 我现在会把它变成原来的长度。啊，随便拿一条，然后我就说 magic word， OK， 表演完了，你们还想要什么？小丑哥哥唱歌给你们听。OK， 唱最后一首歌了。陈太太，已经在收拾了。是啊，先把东西收拾好，待会儿要走也比较方便。微微，可以回家了，开心吗？你看他现在这样子，怎么会开心呢？微微不会一直都是这个样子的。黄医生说啊，只要解决了他的脑部积水问题，微微就会康复了。微微前后都已经动过3次手术了，想不到现在还是这样。你不要泄气了，我们这里的脑科医生啊是最强的，微微一定会好起来的。谢谢你。不过我现在连他听不听得懂我们说话我都不知道，说不定他根本看不见我们。不如这样吧，我教你一些简单的推拿法，你有空的时候呢，可以帮微微按摩手脚。我爸爸说啊，推拿可以帮助血液循环，可能可以帮助微微恢复行动哦。有用吗？有，我爸爸是中医师，他说啊，气血循环对病人很重要，气脉打通的话，什么病都没有喽。真的啊？那你可不可以马上教我？好啊。那这里呢就是神经放射区，只要按一按这里呢，就可以刺激他的神经了。那这里呢可以通肠胃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把他肚子里的胀气全部排出来了。哦，那还有，黄医生。哎，黄医生，我家是开中药店的，我想除了西医的治疗之外，加上一些中式的按摩，应该不会有问题吧？其实我觉得你说的很对，我一直在想，如果可以中西合璧、相辅相成的话，效果应该会更好。真的啊？那就是说你不反对按摩喽？我当然不反对了，你们继续吧，我先走了。谢谢你，黄医生。不客气。谢谢你，钟哥。怎么样？可以走了吗？哦，等待会儿巡房医生来检查一下，我们拿了药就可以出院了。陈先生、陈太太，我先出去了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就是你给病人看病的大房间，我的就在隔壁。至于招待处、休闲处都已经分割好了。怎么样？是不是设备齐全啊？很好。你肚子饿不饿？我知道你今天赶时间，所以特地买了3文治。Thank you。走，我们进去看看。走吧。我最喜欢这个位置，这里风景没有被挡，从这里望出去，一览无遗，真的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。一想到可以在这里开业，我就很兴奋。说真的，要不是叶医生决定移民到外国，他才不舍得把这间诊所让给我呢。
当然，这里的租金虽然贵了一点，不过爸爸已经答应要支持我了，所以钱的方面你别操心啦。喂，你怎么啦？啊？你呀，根本都没有在听我说话。我有啊。那我刚才说了什么 Sorry。吃东西吧。微微啊，我们现在可以回家了，爸爸要来接我们了啊！我们回家啦，高兴吗？微微，小心点啊！上去。谢谢你啊。谢谢你啊。微微，拜拜。陈先生，什么事啊？对不起啊，麻烦你在这表格上签个名字。签什么名啊？哦，Miss Liu 呢？他是医院的社工，他说微微的医药费很高，所以他可以帮我们申请医药援助。哦，原来是这样。谢谢你，Miss Liu。不客气，你在打岔的地方签个名字就行了。对不起，我先把这移开。铁金刚，我是花生啊。对不起，你认错人了。你不记得我了吗？我是俊生啊。还不上车？不好意思。金刚，陈先生，你还没签呢。对不起，Miss Liu，我虽然不是很富有，但是我还付得起我女儿的医药费，不需要什么援助金。谢谢。你真的认错人了。别人我可能认错，可是我绝对不可能认错他的。是养生鸡汤，趁着喝啊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花钱买养生？不是我买的，是雅茶表哥送的。茶表哥？对啊，伟良，我听三叔公说你病了，所以特地来看你们。谢谢你。你看你表哥多有心啊，不认得他了啊？也难怪他的表姨，我们都10多年没有联络了。上一次看到他只不过是3、4岁，现在都长这么大了。是啊，时间过得真快。以前你穿校服，现在当大老板了。哎呀，什么大老板，不过是跟朋友合伙跑国外做点小生意罢了嘛。你真有本事，只可惜我们的伟良身体不好，不能好好的读书。没想到他年纪这么小就得了这种病。你们为什么不尽快替他换肾呢？我也想啊，可是等着换肾人这么多，都不懂什么时候轮到我们。可是他这么小，单靠洗肾也不是办法。我也想过把我的肾脏移植给他，只可惜检验报告说我不适合。既然这里要等，你们有没有想过到外国去换肾呢？到外国换肾啊？对啊，我。Lisa，啊 ，Miss Liu，你家的单据我已经复印好了，正本你收好。谢谢你啊 ，Miss Liu。哦，对了 ，Miss Liu，上次我们申请的资助有没有消息啊？已经在进行了，一有消息我会通知你的。谢谢你啊 ，Miss Liu。表哥，你刚才是说我可以到外国去换肾啊？对啊，到外国换肾呢，应该不必等太久，只要你肯花钱，他们可以很快找到适合你的肾脏，马上给你进行移植手术。有那么容易啊？我也是听说的，我的朋友的一个亲戚前阵子才去换了肾，听说最近能够跑能够跳，身体健壮得很啊。是吗？请问他是在哪一个国家、哪一间医院进行手术的？这点我就不是很清楚。不过如果你们真的想知道，我可以帮你问得仔细一点呢。要啊，你帮我问一下。可是到外国换肾是不是要花很多钱？到外国动手术，钱当然不能省啊。不过我觉得穷人也有活下去的权利，
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一定会帮你们。谢谢你啊，茶。大家自己人这么客气干嘛？哎，伟良的汤都凉了，我们顾着说都忘了给他喝。来来来，汤来。你们慢聊吧，我出去了。谢谢你们 ，Miss Teo。找我有事吗？有些事想请教你，是跟伟良有关的。什么事啊？伟良的表哥劝伟良出国换肾，他说只要肯花钱就可以找到适合的肾脏，而且移植手术的成功率也非常的高。请问这样的说法可不可靠啊？我不否认有人出国换肾，而且也有人成功，可是失败的例子也不少。是吗？当然了。因为移植手术失败的原因有很多，一就是手术之后肾脏产生排斥，二就是药物的问题。况且，换肾不是一劳永逸的，因为手术之后得长期接受抗排斥药物的治疗，这些药物呢并不便宜的。再说，病人出国治疗，能不能得到专业的护理，能不能负担得起昂贵的医药费，这些都是得考虑的问题。这么说，你不赞成伟良出国换肾了？也不是这么说。因为只要有一线希望，我相信没有人要一辈子洗肾的。不过每项手术都有一定的危险性，如果要做的话，就要有心理准备。怎么，又让病人影响你的情绪了？那你呢？你还不是一样？如果你不是心情不好的话，就不会一个人跑来这边吹口琴了。是不是跟薇薇的爸爸有关的？刚才在医院的门口，我听到你叫他铁金刚，还说自己是花生呢。那是我们以前的外号。这里的空气很好哦。你是一名社工，你的职业病应该会促使你问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事。你怎么不问呢？有些事情是不用问的，如果你想说，你自然就会告诉我。要是你不想说，就算我问了也是白问的啊。你可真了解我 ，Miss Teo。这一点敏感度我还有的，不然我怎么当得了社工啊？晋升。哎，嗨。我倒是在找你，原来你和 Miss Teo 来了这里。我来找王医生请教一些医药问题。那你就选对人了。他呀是全医院最热心的医生。喂，哪女人为自己男朋友戴高帽的？有啊，那不是我。对不起啊，你们慢慢谈吧，我先下去了。刚才你们又说又笑的，到底在谈什么？谈伟良的病啊。是吗？我看你们谈的好像挺开心的嘛。干嘛？你有没有闻到一股味道？没有啊。什么味道？没有。什么味道都没有？我没有闻到什么。那么重的醋味你都没闻到？好啊你啊，说我吃醋。走吧。这里还有，哇，这是我儿子啊，特地留给你的。哎呀，你儿子人真好啊！哪里，跟他老爸一样嘛，义薄云天咯。你们全家人都很好的。哎，不客气不客气。下个星期呢还会进一批货，到时候呢我就把纸皮啊、纸箱全部都留给你。好，好，好，那我先谢谢你了。记得要来拿哦。好好好，再见。
应该是这间了。来，我们进去。不要啦，你都不知道我看了多少医生，都没治好，没用的啦。什么没用？我打听过了，这个洪师傅啊，跟其他中医不一样，他专治癫痫症的，听说很多人都被他治好了。大婶啊，你可是找对人啦。是吗？那个洪师傅真的很行啊。是啊，他很行的。我这一生啊，从来不看别的医生，不管是大病小病，都是洪师傅替我把脉抓药的。老伯看起来很健壮，你也有60岁了吧？什么60啊，都快70喽。看来洪师傅的医术真的很高明啊。哎呦，说得好，说得好。这个洪医师啊，岂止医术高明，你用华佗再次形容他一点都不过分呐。哎，谁那么有眼光，慕名而来寻找名医的？是我，我是带我儿子来看病的。大叔啊，他的收费会不会很贵啊？哎呀，讲到钱是有点侮辱到他这个人格了。他这个人呐，收费是不贵，不过呢，有钱他就多收，没有钱他就收一点，1分钱都没有，他不收的。不收钱啊？是啊，大婶，洪师傅替我看病，从来就不收钱的。看来他真的是一个好医生啊。哦，他行医啊，主要是积德行善，救世济贫。那牛车水一带哦，你只要提到那个义薄云天的洪飞虎洪师傅，哎呦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可是我们刚才在隔壁2条街问人，他们都说不知道。再过2条街已经不是牛车水了。是哦。大叔啊，你知不知道他是不是有家传秘方可以治疗癫痫症？哎呀，说到看病，他可以说是全雷达的，不只是癫痫症，什么不育症啊、梦游症，还有贫血啊、便秘。够了，你不要再说了，一种病我已经够怕了。不是，我主要是要告诉你，不管什么奇难杂症，人家能医不能医，会医不医，一到他手上啊，怎么样啊？可以说是啊，妙手回春，药到病除。看来你对洪师傅很了解。哦，除了他儿子跟他老婆啊，我是他最亲的人了。蟑螂啊！蟑螂，赶快来打！蟑螂！打死了，你没事吧，洪师傅？吓死我，吓死我！洪师傅，师傅。哦，你就是义薄云天的名医洪师傅啊！我忘了跟你讲，我也会跌打跟推拿的。普通人的脉象，一般上是不浮不沉，不快不慢，不大不小，节律一致。但是你孩子的脉象却是怎么样？他怎么样啊？他的脉搏绷紧，正如牵绳转锁，时而也有规律的间歇。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我说的是迹象，就是你小孩的心跳。我知道你说的是心跳，他的心跳现在怎么样？我不是说过吗？转如牵绳转锁，时而也有规律的间歇。我真的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这位安迪啊，脉象你听不懂，那水喉你应该知道吧？水喉？对呀，水管顺的时候啊，流出来的水呢就会不大不小，不快不慢。那你儿子心里的那条水管呢，现在流出来的水很急，而且啊时大时小，有时候还会停了一下，流不出来。这样也行啊？老爸，我说的是白话文，你说的是文言文，过时啦。你说什么？哦。我是说我老爸很有学问，那还差不多。喂，我儿子心里的水管有问题，那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他的体质属寒，脏气衰微，血气不足，心脾两虚。我看了，他一定常常有惊恐的感觉。他又说了什么？简单的说啊，就是你儿子身体虚弱，而且啊常常会有受惊吓的感觉哦。看我这里，我说的好，不是他说的好。洪师傅，我儿子有癫痫症，你能不能治好他？能，我有祖传的秘方啊，只要他长期服用，一定能够药到病除，妙手回春。老爸，怎么没听你说过？我什么都要跟你讲啊？那你想不想知道我有多少财产啊？好啊，好你的说好，去做事了。那我先开几贴药方啊，让我们把他的病情啊的发病率降低之后。病情稳定，我们再来服用我的祖传秘方，把病根治啊。
中梗！哎呦，老爸，都叫你用电脑了，你就是不听。电什么脑？我这个人脑用了几十年都没有事，你那个电脑还经常有病毒啊！对，人脑好，人脑好，那一塌糊涂啊！你说什么？我是说你画的水墨画很美啊。安迪啊，其实呢，癫痫症呢是因为脑细胞过度放电，脑功能暂时失调所引起的。有些呢是因为细菌感染，有些呢是因为遗传。如果要把病根治的话，最好还是把他送到医院做个详细的检查吧。什么检查？又是验血、照 X 光啊？验血跟照 X 光啊，可以确定病情。是，那是放射线，病还没医好啊，好的细胞就已经被活活杀死了。老爸，中医有中医的特点，西医有西医的长处，中西合璧啊，才能够天下无敌啊！你说什么？你老爸我在这里行医几十年，也不用验血，也不用照 X 光，还不是一样的得天独厚，谁与争锋？时代不同啦，中医也可以结合高科技的，你不要再那么固执了，好不好？不好，传统，我就是要传统，我保留传统，我发扬中华文化优良的传统。妈，我们还是先走了吧。哎，大嫂，我的药方还没有开。等你们吵够了，我们再来。啊？哎，钱还没有付啊！妈，菜我已经买好了，可以走了吗？去吧你，秀叶。哎，那么巧啊！你们认识的？是同事。你的头怎么了？受伤啊？没事，走吧走吧。Chili Party， 什么 Party？ 我给你吃高丽啊 ！Party。哦，今天又亲自下厨啦？难得放假，所以呢就煮几道拿手好菜来孝敬你啦。少吹牛啦，光是鸡蛋是哄不了你爸爸的。那他爱吃的是这个，还是老妈善解人意，什么都瞒不过你哦。看你老爸那张脸呐，黑得比包公还要黑啊，我就知道发生什么事了。我又不是故意的，每次啊都是不小心才会惹到他的。要做一个好儿子呢，不只要学会做菜啊，同时呢还要学会做人。你不要看你老爸七老八十的，他还要人哄的。怎么哄？老妈，你教我啦。是戴高帽。戴高帽？今天有什么特别的新闻吗？有，不孝子读书前拿70岁老母亲来出气，哼，又打人又抢钱，真的是没有天理。幸好我们儿子还算孝顺呢。孝顺？哼，他不把我活活气死，我就谢天谢地了。你们两个啊，一天不吵就睡不着觉。你以为我真的要跟他吵？哎，怎么说我在牛车水也是一个名医啊？他竟然跑到医院当个小护士，整天跟人家倒屎了、倒尿、擦屁股。那儿子擦的也是小孩的屁股，你紧张什么嘛？哎，我是著名的中医，他不跟我学艺，跑到医院去工作，我没有面子。儿子已经长大啦，自有他自己的想法，而什么都跟你一样，那还生来干什么？你都不知道，他简直瞧不起我的专业。我跟人家看病，他竟然叫人家去医院检查，这不就拆我的台，砸了我的招牌？才不是呢！你知不知道啊？他常常躲在房里啊，偷偷的看你的医书呢。他真的有看我的医书？他跟你一样爱书如命。看书本来就好嘛，有学问。老爸老妈，吃饭了。你没有听人家说吗？书中自有黄金屋，书中没有不孝子。哇，今天的菜好哎，又有蛋又有鱼，哦，还有老黄瓜汤啊！哎，样样都是你老爸爱吃的菜哦。当然啦，老妈，老爸是著名的中医师，他喜欢吃的这些菜啊，肯定又有营养又好吃哦。那当然，不注重饮食，简直就是慢性自杀。老爸，那你看，这条鱼啊是特别为你准备的哦。烧鱼？你知道我只是吃蒸鱼的吗？偶尔也要换换口味啊。
这条鱼啊，我是好像烤牛排那样慢慢烤出来的哦。不要跟我讲西餐，一讲到西餐我就气。这不是西餐，这是中西合璧。这个叫中西合璧，这叫不中不西，不伦不类。不是不是，你真的不吃？我宁可吃白饭，也不吃这种怪东西。好，你不吃，儿子，我们两个吃啊！来。哦好吃，真的好吃，老妈。哇，又新鲜又好吃。来，儿子多吃一点。哇，太好吃了。不吃太可惜了，多吃一点。哇，好了好了，哇，拿水给老妈喝吧。哦。哎，不行不行，我自己来我自己来。哎，好了好了。好味道呢，真的好吃。别嫌我啰嗦，你该做的东西都得做啊。No problem。怎样？很好。记得啊，每次看医生都有这么好的成绩。放心吧，我连未来都安排好了。我以后要像你一样当医生。你口气还不小哦。这叫人小志气高。医生只是站你一次你就飘飘然，我还要看以后的。放心吧，你天天跟踪我，我也不会怕的，因为我决定好好保养我的身子了。喂，你只是变得那么积极啊？天机不可泄露。啊，神神秘秘的，你鬼主意很多哦。你不用管我的鬼主意多不多，只要我的验血报告让黄医生点头，你就应该很满意了。我不满意，你看你的手指怎么这么脏啊？你玩丽莎？不是啊，这是有原因的。什么原因啊？这是小男生的秘密，不可以告诉你们。好了，我走了，下次再给你们更好的成绩。好，拜拜。朱医生 ，Hello。Hello。拜。12点半别迟到哦。好。记得啊。拜拜。婆婆，我要回家。对呀，Tommy可以回家了，不过要给黄医生再看一次啊。妈咪在哪里？我要妈咪。啊，对呀，现在是吃饭时间，妈咪坐的士赶来喽。Tommy 可以回家啦。Tommy 等得不耐烦了。来，让黄医生看一看。来，让姐姐帮你哦。给他探热。黄医生有事吗？他可能又发烧了。啊？38.2。准备验血，快！妈咪，是不是可以走了？对不起，我不能让他出院。为什么？不是说好今天出院的吗？他的状况不是很好，最好不要出院。我不要，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汤米乖，汤米不要哭，妈咪叫医生让你回家好不好？我要回家，我要回家。黄医生，他真的不可以出院吗？对不起。不要哭，汤米不要哭了。黄医生。我不要打针，我要妈咪，我要妈咪。好，不要打针。对不起，你们还是出去吧。汤米乖，我要妈咪。汤米乖哦，我去在外面。我不要打针。汤米。我要妈咪。你的命怎么这么苦？人家有孩子，你也有孩子，你的孩子却是来讨债的。妈，不要再说了。哎，看着他受折磨，看着你受罪，
我能不说吗？对不起，妈，一直要你帮我照顾 Tommy， 我自己也很想好好的陪他的，可是我工作实在走不开。咱们这两母女，别说这个，我担心的是以后。现在我还可以帮你，万一我不在了，哎呀，妈，不要说这样的话，我是心疼你呀。我是都没有出了什么毛病。Tommy 今天早上还好好的，现在却发高烧。我们希望不是感染性心脸膜炎，如果大动脉发炎的话，那就麻烦了。安迪，妈，你怎么了？妈怎么了？没事没事，我昨晚睡不好，太累。那 Tommy 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会设法让他退烧，至于详细的病情，要看验血报告才会知道。那报告什么时候会出来呢？下午吧，你明天可以来找我。别担心，有特殊的情况我们会通知你的。我先走了。谢谢你。妈，你看起来很疲倦，不如你先回家吧。你不能请假，我怎么回去呢？要是你累垮了，我怎么过意得去呢？没事的，妈有分寸，你快去工作吧。等你晚上过来，我就回家休息啊。那好吧，我工作忙完了，我就赶回来。嗯，你自己小心啊。嗯。喝点水吧。谢谢你啊。放心吧，我会帮你注意 Tommy 的。头晕不是小事，如果常常这样的话，一定要去看医生啊。哦，没事，我没事。Again？ 对不起啊，Tommy出了一点状况，我得去做验血报告。可是我们已经跟吴律师约好了时间。你自己跟他谈好吗？不好。诊所是我们联名开的，所有的文件和细节当然要经过你的同意才能拟定的。你不在场，律师是很难办事的。其实你做决定就好了，我没有意见。不是吧？你连见律师也抽不出时间？我真的走不开吗？不如我们另外约时间好吗？最后1分钟，我怎么好意思跟吴律师取消约会 ？Please， 让我留下来了。你很讨厌，每次都是这样的。Sorry。好吧，算了，你回去吧。谢谢你。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才会把我放在第一位。在这里呢，你永远是 number one。Yeah, right, liar. 嗨，作业班很累哦。还好。你饿不饿啊？我有包子，给你啊。谢谢。不客气。哇，作业班很累哦。你饿不饿啊？我有包子，给你啊。我没有吃夜宵的习惯。可是这是牛车水买的包子哎，很有名的。我上班前啊排了很久的队才买到的。你真的不吃一个吗？你那么瘦，吃了不会胖的。闭上眼是你，醒来是你，想你的身影，你的样子，写个 message， 瞬间送到，思念划破屏
出现总是带来好天气。我的未来天空一天一天变得清晰，想着你的方向，日子不再缺少色彩，靠近你，真心希望留住现在。每一次你的出现总是带来了喜悦，是我的一天里总是收到你的微笑，不需要承诺。新传媒电视第8播的。